我妈周秀兰，她在哪儿？你是说刚才晕倒那个？抢救室，往里走，左拐。妈，暂时稳定了，但她的心脏问题不能再拖了。你们家属怎么回事？手术费今天还没交，再拖下去……医生放心，手术费我会尽快给你凑齐。我妈的病不能拖。海生哥，可找着你了。这是我跟哥几个凑的，3万多一点，不多，但先给婶子把手术费垫上。小李，拿回去。哥，那婶子怎么办？医院那边催得急。小李，我想借你的船出海。海生哥，你还跟我客气啥？这船你要用就拿走。当初要不是你救我，我早就葬身大海了。我妈的命，陈万才欠我的账，这一身伤，我一样一样亲手拿回来。马三儿，你的意思是说周海生自己找了条破船出海了？没错，陈总，我亲眼看到他从医院出来后就去码头了。他要真是捞上来鱼赚上钱，会不会对我们有威胁啊？危险！他周海生有本事打鱼，可没我的船和渠道，他算什么东西？一个臭打鱼的，真以为能跟我平起平坐？陈总说的对，这种人就是不知好歹。哼，一条破船而已，他要是能打上值钱的鱼，我陈万才3个字倒着写。锦绣龙虾，这玩意儿在浅水域待着，8成是出来找吃的。好，就拿你开张。这体格少说8斤往上，野生锦绣龙虾，市场上3、4年没见到这个头了，市价起码3000起步。要是碰上懂行的，喊到5000也不是没可能。来了，大黄鱼，中了！野生大黄鱼，现在市价1斤能卖到3、4千。这条黄鱼个头不小，看着有3斤，这一趟少说10万。先上岸把这批货出了，趁天还早，市场里的大客户都还没走，现在去正好能赶上早市的第一波高价。阿坤，有没有找到野生大黄鱼？沈小姐，弟兄们在附近海域兜了3圈了，连根黄鱼的毛都没见着。要不咱们先回港，明天再……明天合同就签了，你让我拿什么给刘总？拿你的脑袋清蒸吗？刘总这个人，山珍海味摆满一桌，他不动筷子，就好的就是野生大黄鱼。这次千万合同签不签得下来，关键就在这鱼上。你们出海3天，连条像样的都没有。野生的这2年实在太少了，我们找了好几个老渔民，都说这季节大货根本不出。你们继续找，我去码头碰碰运气。海生哥，我来帮你。哟，这不是周海生吗？我听说你开着艘破木船就下海了，折腾1宿了吧？捞到啥了？捞上来一堆海草。海草？陈万才，睁大你的狗眼看清楚了，这是不是海草？陈万才，你说够了没有？海生哥已经不在陈氏渔业干了，他的事不用你管。怎么着？还不让人说了？周海生开着破船出去，能捞到什么好？陈万才，睁大你的狗眼看清楚！我操，大黄鱼，这么大的野生大黄鱼！这黄鱼成色，我在这码头上收了10年鱼，没见过这么好的。不仅这黄鱼，你蘸这龙虾，海生啊，这龙虾我要了，你开个价。各位，今天头一网，图个开张，按市价打8折，海生痛快，5只全要。小黄鱼也给我来几条。哎呀，海生，鲳鱼我要，这尺寸我全包了。我看今天谁敢买周海生的鱼，谁买了，谁就是跟我陈氏渔业过不去。哼，我说过，谁帮你，谁就别在码头上混。你以为换条破船就能绕开我？这码头上的鱼贩子，哪一个不靠我陈家的货吃饭？我不点头，你一条鱼都卖不出去。陈万才，你周海生。只要我陈万才在这个码头上1天，你就别想卖出1条鱼！什么东西？海生哥，他陈万才欺人太甚！海生啊，对不住了，刚才陈万才在，我们实在不敢。你也知道，我们这些人的鱼都得走陈家的渠道，他一句话，我们全家老小就得喝西北风。不是我们不想帮，是实在得罪不起啊！没事儿，各位说的对，你们有家要养，有老有小，犯不着为我得罪陈万才。这份情，我周海生心领了。可是海生哥，这些货怎么办？码头上的贩子都不敢买，难道就这么砸手里？婶子那边还等着前期手术费10万。这些鱼我都要了，出价10万。什么？这位小姐，你确定？我说10万，这一船货我全包了。我们急需1条野生黄花鱼，你卖不卖？你确定？
刚才陈万才的话你也听见了，买我的货就是跟陈氏渔业作对。陈氏渔业算什么东西？我沈若言进货看的是品质，不是人。他陈万才要有本事，让他拿出这种品相的大黄鱼来，拿不出来就别挡别人的路。沈若言？难道她是沈氏集团大小姐沈若言？错不了，滨海是做高端餐饮的，姓沈的能有几家？就是那个沈氏，人家旗下12家5星级酒店，陈万才跟人家比，那就是个摆地摊的。怎么卖不卖？我时间不多。这条黄鱼3斤2两，还有1桶锦绣龙虾，每条8斤往上，汤鱼10斑全是野生好货，一口价12万。12万可以不卖，但我有个条件。你说2天后我们海盐阁有个高端品鉴宴，我需要你帮我找齐这上面所有的海鲜，要活的。事办好了，我给你100万。海盐阁的品鉴宴关系到集团后续上市，如果食材问题能解决，无论什么代价都必须出手。怎么样？你能送来吗？成交。那就这么说定了。周海生，明天上午10点前我要见到货，别让我等空。周秀兰，心脏手术，先交10万。妈，我能挣钱了，你养我半辈子，接下来的日子换我来撑。等我们马上就能回家了。这个点儿，周海生那船破烂货该臭在码头上了吧？马三儿，慌什么？见鬼了！陈总，码头那边周海生的货全卖了，一条不剩卖了12万。12万？谁买的？我陈万才放出去的话，这码头上有谁敢不当回事儿？有人说是沈氏集团的人，就是海盐阁那个沈氏沈若兰。沈氏集团沈若兰，你长没长脑子？沈若兰是什么人物？滨海市12家5星级酒店的大小姐，她会亲自跑到这臭烘烘的码头，还买周海生的鱼。可是码头上的人，码头上那帮人说什么你就信什么？他们为了糊弄你，什么瞎话编不出来。周海生一个臭打鱼的，他能攀上沈氏？他连沈氏的门朝哪开都不知道。陈总，还有一件事，我打听到沈氏集团这2天确实要办一场高端品鉴宴，请的都是滨海有头有脸的人物，需要一批稀有海鲜，要活的。这个倒是真的。沈氏的品鉴宴，我听人提过一嘴。既然是沈氏的生意，那倒是值得做。周海生先不急，他翻不出什么浪。沈氏这块肥肉才是正事。你马上安排2艘大船，多带点人。沈氏要什么稀罕货，我陈万不给他弄来。这批货要是拿下来，搭上沈氏这条线，以后还用得着跟那些散户小鱼贩打交道？明白，我这就去安排。银章出条齐了，鲍鱼、锦绣龙虾、10斑大黄鱼齐了，银章齐了，还差一条蓝鳍金枪鱼。这玩意儿不在这片海域待着，得往东走。我操！鲍鱼、银鲳、10斑，这大黄鱼不得3斤往上？三哥，这趟货少说值50万。周海生，运气不错啊。不过这片海运是我们陈氏的捕捞区，你在这儿下的网，货得留下。陈氏的捕捞区，马三儿，我周海生在陈氏当了3年，这鬼牙礁距离陈氏城堡捕捞的地盘足足2公里，你说这是你们的区域？少废话！我再说一遍，货留下，人滚蛋。要不然，我要是不留呢？那你这破船今儿就沉在这喂鱼，给我撞它！追，给我追！今儿非把这小子弄死！跟我玩这片海，马三，你忘了老子是靠什么吃饭？这鬼牙礁最凶险的暗礁区，妖石密布，你跟我在这里比，简直就是找死！操！剁手！剁手！往左！进水了！快叫拖船！无知！陈总，出事了！马三儿，什么事儿？陈总，出事了！我在鬼牙礁碰上姓周那小子了。鬼牙礁？他在那儿干什么？他那条破船上堆满了货，银冲、10斑、大黄鱼，全是顶尖的玩意儿。马三儿，你个废物！你去就是让你干看着。陈总，我跟兄弟们想抢来着，可那小子把船开进了暗礁区，我们船大根本进不去，还触礁了。我看他往鬼牙礁东边走了，我估摸着是要回码头卖货。卖货？
我让他卖个屁！你给码头的弟兄们打电话，就说我在码头等他周海生，带上人把码头给我堵死了，我让他一条鱼也别想卖出去。哼，周海生，这一回我要让你跪在码头上求我。周海生，挺能捞啊！听说你在鬼牙礁把马三的船撞了，今晚这批货你一条也别想带走。陈万才，你这是打算明抢吗？抢的就是你，把货放下，我让你全虚全胃的走出码头。不放下，你妈在医院里躺着，总得有人给她交医药费吧？约定10点交货，现在离交货时间只剩25分钟了。码头那边有消息吗？后厨催了3次了，还有不到1个半小时就开宴了。周海生到底还能不能来了？还没有消息。不过，小姐，你为什么这么信任周海生？我打听过周海生，3年前毕业后入职陈氏渔业，公司70%渔获全靠他。码头老渔民都称他新渔王，整个滨海没人比得上他。这次他该不会让我失望吧？什么？码头那边打起来了？陈万才带着人把码头堵了，正在拦周海生的货。小姐怎么办？叫上人去码头。陈万才，我的货你也敢拦？看表，赶时间啊！别急，今晚我有的是时间陪你耗，我就站在这儿，我看你怎么把这批货送出去。不行，这些东西可是妈的救命钱，我绝对不准出现意外。去，把他船上的货给我卸了。谁敢再往前一步，我先卸了谁。怕什么？他就一个人，给我上！上！他手里就一根破钢管，你们怕什么？陈万才，你可想清楚，这一船货是沈氏集团的订单，总值100万。你敢动这批货，就是抢沈氏的场子。你觉得沈若兰会善罢甘休？沈氏集团，沈若兰，你一个连旧船都修不起的臭打鱼的，也敢说攀上了沈若兰？你们都听见了吗？周海生说他是沈氏集团的供应商，他给沈若兰送货。吹牛也不打个草稿，沈若兰什么人物？他看得上你的货？周海生，乖乖把货交出来，你还能少受点皮肉之亏。周海生，你这张嘴倒是挺能编，可惜你要是能攀上沈若曦，我陈万才今天当着全码头的人给你磕3个响头。给我上，砸了他的货！来呀！都给我住手！沈小姐，什么风把您吹来了？我这正在处理点私事，然后给您送货去呢。私事？你堵的是我的货，拦的是我的人。我沈氏集团的事，什么时候成了你的私事？沈小姐，这事儿有误会。你带着人堵在码头上拦我的货，你说是误，耽误我海燕阁的品鉴陈万才，谁给你的胆子？沈小姐，我不知道这是您的货，您怎么会和周海生这穷小子合作？我们陈氏可以为您。和谁合作还用和你汇报不成？你也配？给你3秒钟，带着你的人给我滚！是我的错，沈小姐。走。沈小姐，谢了。你不用谢我，我不是帮你，是帮我自己。这批货要是到不了，今天丢的是我的脸。沈小姐，货齐了，全在仓里，一条不少。阿坤验货。小姐，货齐了，都是极品海鲜。周先生，按合同约定，100万5分钟后到账。我先走了，海燕阁那里还等着我。周海生期待和你的下次合作。妈，手术费有了，最好的医生，最好的病房，儿子马上就回来。妈，走，咱们回家。好久没回来了，家里还是和以前一样。妈，您先休息，我去码头拿点东西，一会儿就回来。哟，这不是咱们码头的红人吗？听说你妈手术挺成功的，100万花起来是不是特别痛快？陈万才，上次的账还没结清，你又来送。姓周的，你把我船撞成那样还敢提账？修船费18万，今天你要是不把钱拿出来，我把你这破木船劈了当柴烧！马三儿，你的船自己追我追到暗礁去撞，我全程没碰你一根铁皮。你要索赔，找保险公司，找我。你脑子撞坏了。上次靠沈小姐偏袒你才脱身，可沈若兰不会一直帮你，她主营高端餐饮，你没法总拿出锦绣龙虾，等沈若兰玩腻了不找你了，
拿什么在这码头混？我今天来不是跟你算旧账的，我是来给你指条活路的。鬼牙礁那片海域我要了，从今往后你那破木船不许进鬼牙礁3海里以内。你要是敢去，这几个兄弟不是码头上的，申若烂管不着他们。你妈刚出院，身子骨正虚着呢。你要是出了什么事儿，他一个人。陈万才，你威胁我可以忍，你提我妈，你再说一个字试试。怎么，你还能打死我不成？周海生，你一个人2条手，你拿什么跟我斗？我背后有船，有兄弟，有渠道，你背后有什么？一个刚下手术台的老妈子。你说的对，我现在是一个人，但你忘了，我从来不怕一个人。鬼牙礁你要，你就进去试试，希望你能活着出来。走，这小子我有的是办法收拾他。喂，小李，你之前说想跟我干，今晚来我院子里一趟，咱们和气和气。暴风雨要来了，陈万才，你不是问我现在有什么吗？很快你就知道了。小李，我这次要去黑水渊，你们跟不跟？海生哥，你别开玩笑，黑水渊可是阎王沟，去年就毁了2艘船，去的人尸骨无存，就连陈万才手下最好的船老大也不敢靠近那儿。我知道，但那片水域底下有条海沟，终年有冷泉涌上来，微量元素比普通海域高出10几倍，那种环境出的海鲜，随便捞一样都是极品。生哥，鬼牙礁好歹还有退路，那地方是真的死过人的，我们不小心可是要送命的。鬼牙礁陈万才放了话，我不怕他，但我不能拿我妈的安危来赌。黑水源他管不着，他也不敢管。可是我问你，是愿意一辈子缩在码头上看陈万才脸色，还是跟我一起赌一把？生哥，我去，反正在这儿待着也是窝囊死，真要是折在黑水渊，好歹是折在自己选的道上。好，那就定了。这2天我把黑水渊的潮汐表、暗流图和天气窗口全部过一遍，买点好的装备，装备钱我来出。沈小姐，周海生，上次走得急，有件事没来得及跟你谈。沈小姐，请说。你的海鲜品质是我见过的尖货，我想和你建立长期合作，你意下如何？沈小姐，你这个电话来得正好，我刚组了自己的团队，我会拿出一批你在整个沿海都找不到第2家的货。好，那我就等你的好消息。听见了，沈若兰的订单来了，这是我们第1仗，得打得漂亮。黑水渊、阎王沟，真刺激！陈万才，你把鬼牙礁给我封了，那我就去你连想都不敢想的地方，去找一条你没见过的路。陈哥，码头上都传开了，周海生那小子2天没出海了，整天蹲在他那破院子里，带着个毛头小子，不知道在捣鼓什么。依我看，是被您吓破胆了。鬼牙礁一封，他就断了最大的货源，没了那片海域，他拿什么捞？靠他那条破木船去近海捞小鱼小虾？谁说不是呢？沈若言那边要是再找他要货，他拿不出来，脸就丢大了。到时候不用咱们动手，沈小姐第一个踹了他。我早就说过，他蹦跶不了几天。码头上的规矩是我定的，他周海生再有本事，没人、没船、没海域，就是一条翻了白地的死鱼。等这阵风头过了，到时候他跪着就回来求我，我看心情再踩他一下。陈哥英明。生哥，这天气不太对，气象预报说今天是小浪，但这云像是要起风了。不是风，是黑水渊外围的气压变化。这片海域水温和气压变化比外面快，容易形成局部雾团。别慌，绕过前面那片前石，水流就稳了。生哥，底下有暗礁，是不是触到了？不是触礁，是黑水渊的冷泉暗流，水温骤降，船底被冷水流带了一下。小李，左舵15度，贴着岩壁走。知道了，左舵15。生哥，起雾了，前面什么都看不见。关掉发动机，别出声。那是什么？是不是有东西在叫？是礁石空洞，不是什么东西在叫，是风过石孔，声音传得不远，说明我们离岩壁不到200米。走，往前开。到了，这就是黑水渊。到了，下锚，准备下水。这是龙虾，这是龙吧？我在码头干了5年，没见过这么大的，而且这品种我见都没见过。这叫蓝钻龙虾，这个东西有价无市。懂行的酒楼1万块钱1斤抢着要。
生哥，我们发财了！这才刚开头，都别愣着，把船尾那捆3层底刺网搬出来，趁水流平稳，现在就下网。收网。拳头大小的黑金鲍足有10几只，每一只都比市面上最大的还要肥一圈。鬼爪螺、岩石蟹，生哥，这一网下去，光这些起码2万。生哥，咱们这一趟抵我在码头干3个月。这才2张网，黑水源方圆5海里，能下网的地方多了去了。沈小姐这会儿要是看到，今晚怕是睡不着了。这片海比你想象的深得多，陈万才，你能封住一个鬼牙礁，封不住整片大海。我周海生要走的路，从来不在地上，在水下，在最深的地方。周海生，你昨晚发的那张照片，我反复看了不下10遍。蓝钻龙虾，我在发国米某林餐厅见过一次，拇指大的一只就要2万。货已经送到后厨了，沈小姐可以亲自验。不用了，我信你。蓝钻龙虾3只，每只4斤往上；黑金鲍12只，鬼爪螺20斤，岩石蟹8只。你这趟的收成抵得上别人半年，我按顶格价给你算。蓝钻龙虾市价1斤1万，你这3只13万，其他的一共10万，我给你30万。那就谢谢沈小姐了。不过这30万的货只够应付普通宴席，我还有个大单，有个老客户要办私人晚宴，点名要蓝钻龙虾做主菜。我知道蓝钻龙虾可遇不可求，上一趟你捞了3只已经是运气。周海生，你还能再给我弄1只吗？5斤加底，越大越好，50万一口价。50万，之前的钱给妈治病花了30万，又买了装备，剩下的钱60万，我能买一个大型渔船了。那只蓝钻龙虾我捞上来的时候看过岩缝，底下不止3只，最大的那只少说6斤。上次没带够装备，没敢硬抓，这回我把装备备齐，专门冲它去。真有6斤的？要是6斤的，我给你60万。那我们说好了，沈小姐，我明天给你送来。龙虾我要活的，还有你自己也注意点，你要是折在黑水渊，我这长期合作可就黄了。放心吧，沈小姐，黑水渊欠我的东西我还没拿完。生哥，那只6斤的蓝钻龙虾真在底下，在。上次它躲在岩缝最深处，我没带长柄夹，够不着。这回装备齐了，它跑不了，就这一趟，干了。走，回去交货。6斤3两，比照片上看着还大一圈。周海生，能找到好货的渔夫满街都是，但能连续2次从同一个地方捞起蓝钻龙虾的，全滨海找不出第2个。周海生，我眼光果然不差。沈小姐过奖了，你要5斤，我给你6斤。做生意讲好的价不改。对了，今晚的品鉴宴你也来，滨海高端餐饮老板、星级酒店主厨今晚都会到场，到时候我介绍你给他们认识，比你在码头上一个一个跑省事儿多了。怎么怕穿这身工装进不了我海燕阁的门？放心，今晚你是我的贵宾，谁敢拦你，我让他走人。沈小姐想得周到，行，晚上我一定到。今晚这只龙虾一露面，整个滨海有头有脸的人都会来问你，以后找你合作的人多着呢，你可不能忘了我啊！当初要不是沈小姐在码头上出手，我现在还不知道在哪儿。这份情我周海生记着，只要沈小姐吃得下，我就供得上。行，我就喜欢跟痛快人做生意。生哥，2趟黑水渊80万到手，这事要是让陈万才知道，他会不会又来捣乱？就是要让他知道，陈万才，我要你看着我走到你想都不敢想的高度去，这里只是我的开始，却会是你的终点。陈哥，周海生这2天赚了80万，再这样下去，他迟早赶上我们。80万，就凭那条破木船，就凭那个臭打鱼的。马三儿，给老吴打电话，从今天起，码头所有装备店、修科厂、加油站，谁敢给周海生供1颗螺丝钉，就是跟我陈万才翻脸。陈哥，釜底抽薪，没了装备，没了油，他就是条死鱼。釜底抽薪还不够，马三儿，你再带几个信得过的兄弟，今晚去码头把他的船给我砸了。明白，今晚就办，保证给他砸得稀碎。手脚利索点，别留把柄。放心吧，陈哥，这种事儿又不是头一回干，我挑后半夜去，一个人影都不会有。周海生，80万，你以为赚了钱就能翻身？码头上的规矩是我定的，你那破船沉在水里的时候，别忘了是你自己不懂规矩。生哥也真是的，大半夜让我来检查什么船，又不是明天不出海。谁干的？到底是谁干的？赵厂长，这位是周海生。你就是周海生。若琳跟我说，滨海出了个能捞到蓝钻龙虾的船老大，
你那船我听说了，二手的，能在那种海况上作业不容易。让赵厂长见笑了，船确实简陋了点，敢用二手船闯深海，说明你有真本事。我们造船的最敬畏把船开好的。周老弟要是以后想造新船，来找我，我亲自给你出图纸。赵厂长的船厂是滨海最大的，多少船老大排着队等他的订单。换装备的事儿随时找我，柴油、配件、维修，我那儿全包了。谢了，赵厂长，有需要我一定找你。赵厂长在滨海造船20年，人脉和渠道都在码头之外，认识他，你以后的路会宽很多。沈小姐，今晚这些人情不用急，你的人脉越广，我的货源越稳，这是生意。去吧，这些人都该认识你。还行。生哥，我们的船被砸了。什么？你等着，我马上回去。沈小姐，我有急事要先离开了，这次多谢沈小姐。好，需要我帮忙的时候随时打电话。怎么回事？查监控了吗？查了，就看到一个黑影，别的什么都没拍到。我看就是陈万才搞的鬼，除了他也没人干这缺德事了。太晚了，回去吧，明天去修一修。海生，你这探照灯别往我这儿拿了。陈万才放了话，码头上谁给你修东西，以后陈氏的生意就别做了。老吴，就换个玻璃罩，10分钟的活。哟，修东西呢？怎么没人敢接你的活儿？知道为什么吗？这码头上的店靠的是我陈万才的生意吃饭，我倒要看看没有装备你怎么出海。船动不了，你这80万赚完就没下回了。听见没？现在求求陈哥，陈哥心情好，说不定还能赏你个修船的机会。怎么样？考虑考虑，跪下来求我，我给你安排个修船的地。陈万才，你以为封了码头几家修理铺，我的船就动不了了？你的消息是不是太落后了？码头上的修理铺是你的人，但滨海不止这一个码头。赵氏船厂的赵厂长已经答应给我造一艘新船。陈哥，他说的赵厂长是不是赵氏船厂那个？给我盯紧他的一举一动，有什么动向立刻向我汇报。申哥，你刚才说赵厂长要给你造船，是真的还是气陈万才的？真的，陈万才还不值得我放在心上。赵厂长，我是周海生。那天您说可以帮我造船，这话还作数吗？当然作数，怎么这么快就想好了？想好了，我要一条能抗大风浪的渔船，吃水深，双引擎。图纸请您把关，越快越好。行，图纸我这2天就出，材料我库里现成的，工期1周，定金3成。明天我去厂里签合同。生哥，赵氏船厂的新船，这事儿要是让码头那帮人知道，眼珠都得瞪出来。修装备不如换装备。陈万才，你只拿捏一座码头，管不了整片大海。你的地盘留不住我的船。赵氏新船乱成之时，我驾船驶过你的码头，没了你，我周海生照样前程万里。生哥，前天赵厂长打电话来说船体合龙了，照这进度，很快就能下水。新船下水之前，这台旧船还能再跑几趟。你看这海面，我下去一趟。看来这里没什么东西。这个光泽，这是天然粉珍珠。不对，火焰纹，这是海螺珠里的孔克珠，这么大的孔珠。生哥，你抱个螺壳上来干什么？这是珍珠？什么珍珠长这样，还带花纹的？孔克珠，这颗乒乓球大，火焰纹满圈，颜色是最高等级的鲨鱼粉。我在海上跑了这么多年，头一回见到真货。生哥，陈万才一直派人盯着我们，他知道这颗珍珠后使阴招怎么办？放心，我早有应对之策。先回去，我去海燕阁一趟。周海生，今天不是交货的日子。沈小姐，你看看这个，这是女皇凤凰螺里的孔克珠，这种级别的孔克珠珠宝签会抢疯，1500万是底价，碰上一线藏家3000万往上。这个螺壳也不是凡物，女皇凤凰螺本身就很稀有，这么大的捆体，说明这只螺活了10几年。珍珠加原壳，出处清晰，品相完整，这比裸珠值钱的多。拍卖的事儿，我想请你来安排。按行规，该你的佣金1分不少，事成之后，我再给你5%的重米费。你跟我算这么清楚？沈小姐，
亲兄弟明算账，当初码头上你那10万救了我妈的命，人情我单记，生意是生意。这颗珠子你帮我卖出去，该你赚的钱1分不能少。好，我联系拍卖行鉴定，后天正好有拍卖会。那我先走了，这珍珠就先留在你这儿，麻烦了，沈小姐。周海生，当初在码头花10万买你那船鱼，是我做过最划算的生意。申哥，那颗珠子沈小姐说值上千万，咱们就这么放在家里？怕什么？后天就送拍卖行了。沈小姐说了，底价1500万，这颗珠子出手，别说新船，3条新船都买得起。那咱们可得看好了，别让人给。走了，盯了好几天了，只有千日做贼，哪有千日防贼的？与其天天防着他，不如主动出击。那颗珠子是地摊上挑的，真的早就在沈小姐那里。申哥，你这招绝了！明晚咱们照常去码头看船，让陈万才的人放心大胆的动手。拿到了假珠子，他才会上台唱戏。戏台搭好了，锣鼓敲响了，他想不下来都不行。陈哥，我们在安排盯着周海生的人传话来说，周海生捞到一颗什么珠，说那颗珠子值上千万。上千万？你再说一遍，千真万确。沈若星已经在联系拍卖行了，据说底价就1500万。陈总，这事儿要是真的，他一个臭大鱼的，凭什么？马三儿，你上次撞了船，这笔账我还没跟你算，现在给你个将功补过的机会，你今晚带上人去他家把那珍珠给我翻出来。陈哥，这是入室偷窃，万一被抓住，怕什么？一个刚出院的病秧子老太太，一个穷打鱼的，能翻起什么浪？手脚利索点，别留痕迹。珠子拿回来，你欠我的18万修船费给你免了。行，陈哥，这事儿我办了。周海生，你在海里捞的东西，到头来还是得乖乖送到我手上，1分钱都别想拿走。三哥，我来踩过点了。周海生每天晚上都去码头看船，他妈这个点不在，东西肯定在周海生屋里。我在外面放风，你们2个翻墙进去，手脚利索点，别弄出声响。好。分头搜，珠子不大，哪儿都可能藏，抽屉、柜子、床底下、枕头芯全给我翻一遍。三哥，找到了。快！陈万才，我就知道你得来这一手。马三怀里那颗假珠子够你们高兴一阵的。4块，地摊上挑的，染色工艺还过得关吧？陈哥，到手了，顺顺当当，一点动静都没闹出来。好，周海生，你在拿命换的东西，现在在我手里，1500万，哈哈哈哈！这钱老子替你花了。干得漂亮，修船的18万，一笔勾销。谢谢陈哥，谢谢陈哥。你继续给我盯着周海生，他丢了珠子，明天指不定要闹出什么动静，我倒要看看他拿什么跟沈若兰交代。生哥，你先起来，咱再找找。怎么找？我刚订了新船，全部家当都付了首付，就指望着珠子卖了付尾款啊，全没了。生哥，你冷静点，这事儿咱们慢慢查。查什么查？珠子没了就是没了，后天拍卖会就要开了，沈小姐那边我怎么交代？全完了。听说那珠子值上千万呢，后天就要拍卖了，说没就没了。谁让他不知道收敛？码头上的事儿，陈万才什么不知道？陈哥，你是没看见，周海生那小子在码头上哭呢，说他全完了，码头上的兄弟们都看见了。哭？他不是挺硬气的吗？500块甩我脸上那天，不是挺有种？硬气个屁！我看他就是个怂包，丢了珠子就知道哭。明天他不是要开拍卖会吗？场子搭得越大越好，咱们呢也把珠子拿到拍卖会上去啊！去拍卖会？那可是沈若兰的局。没错，就在他的局上。等他拿不出东西的时候，咱们带真货上去，当着所有买家的面把珠子一亮，他沈若兰就是个空手套白狼的骗子。高啊，陈哥，这一亮，买家全得跟咱们走，货也卖了，人也踩了，沈若兰往后还怎么在滨海混？周海生以为丢了珠子就2事，偏要把事儿闹大。哼！通知老孙，将所有买家约去拍卖会。明天我要让所有人看清真东西究竟在谁手上。那周海生那边继续盯着他。明天的好戏，我要亲眼看着周海生跪在会场外头哭，沈若兰在里面申报名列。这一回滨海码头到底谁说了算？得让他们拿眼睛看个清楚。坐。
今天码头上那场戏，我的人给我说了，说你揪着头发哭，说你坐在烂桩上发抖。周海生，我之前没发现你还有演戏的天赋。陈万才的人就在码头上盯着，不演得像一点，他怎么信？所以你早就知道了。沈小姐，你不也早就知道了？不错，刚得到的消息，明天陈万才要带着那颗珠子亲自来拍卖会。来拍卖会？他要在所有买家面前把咱们的台拆了，亮出他那颗真货，让整个滨海看我的笑话。他这么愿意搭台唱戏，倒省了我的事，让他来。你倒是一点不慌。那颗珠子他自己当宝贝锁在保险柜里，后天当着所有人的面交给专家一鉴定，假货。到时候他拆的不是你的台，是他陈万才自己赚了半辈子的脸。你怎么猜到陈万才会派人去偷？我跟他打了3年交道，陈万才这个人见不得别人手里有好东西。鬼牙胶他能派人抢，黑水轩的珍珠他就能派人偷，码头上传得开，他不下手才怪。所以你故意把消息放出去，不把戏台搭好，他怎么上台唱？我只是没想到他连谢幕都要亲自来。4块的假货，陈万才当宝贝藏着，还打算拿来拍卖会上砸我的场子。他越觉得是真的，吸引就越大。等他自己把假货亮出来，我们连解释都省了。买家们亲眼看着他掏出个地摊货，往后在滨海，谁还敢从他手里过东西？真珍珠的鉴定和保险已经出了，明天的拍卖会一切照常，我倒要看看陈万才怎么收场。那就有劳沈小姐了，让陈万才再高兴一天，明天他自己上台把笑话讲完。沈哥，码头上的兄弟都在传你完了，说你要卖船还债，让他们传。传得越真，陈万才越放心。马三拿走的那颗假珠子，够陈万才做一天发财梦。后天拍卖会开场，我倒要看看他是什么表情。等他发现是假的，脸都得气绿。高兴吧，陈万才，你能高兴的日子就剩今天了。哟，这不是在码头上哭鼻子的周海生吗？哈哈哈哈哈哈！新西装，租的吧？穿的人模狗样的，怎么以为穿套西装就能进拍卖会了？周海生，今儿这场子可是拍卖珍珠的，你珠子都丢了，来干什么？看别人举牌解馋？陈万才，你来干什么？我来干什么？我当然是来拍卖的。怎么，我手上的好东西想出手，还需要跟你报备？你那颗珍珠丢的可惜了。不过你放心，今儿这场子上还有一颗更好的，比你的大，比你的圆，比你那颗值钱多了。是吗？那恭喜你。装，接着装。我知道，辛苦捞上来的宝贝一夜之间没了，换我也哭。不过周海生，你要知道，海里的东西到了谁手里就是谁的。陈万才，你站在我海浪阁的场子门口大呼小叫，是不把我沈家放在眼里。沈小姐，哪能呢？今天这场拍卖会，我可是带了真东西来的。你要是还护着这个穷鬼，待会儿台上拿不出货，丢的可是你的脸。那就请进吧，陈总，待会儿台上见。沈若言怎么一点都不慌？哼，装的，都是装的，让他拿不出东西，看他怎么收场。走，进去。各位贵宾，今天的拍卖会由沈氏集团委托举办，拍卖标的女皇凤凰螺原壳孔克珠1颗，经鉴定为天然野生孔克珠，直径4.2厘米，重87克。陈哥，底价就1500万，咱们那颗得喊多少？急什么？先让他们把戏演完，等沈若兰拿不出东西，咱们再亮货，到时候底价翻倍。现在有请海盐阁沈若言小姐和货主周海生先生上台。感谢各位今天到场。这颗孔克珠的出处、品相、鉴定报告上写的清清楚楚，多余的话我不说了，大家自己看。这纹路，我这辈子没见过这么完整的火焰纹，原壳保存的这么完整，出处清晰，这比裸珠值钱多了。陈哥，那颗珠子怎么假的？一定是假的。在正式拍卖之前，按照国际拍卖行的规矩，请鉴定专家当场核验。慢着！真正的孔克珠在这儿，在我手里。周海生的那颗是假的。陈总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什么意思？沈小姐，你拿着颗假货在这糊弄人，当我陈万才是瞎子？这怎么回事？到底哪颗是真的？陈总，你口口声声说我的是假货，你的是真货，空口无凭。你既带了珠子，那就请专家当场双珠鉴定，当众辨明真伪。马三周海生家偷出来的，怎么可能有假？好，鉴定就鉴定，我倒要看看当着全场人的面，你还能耍什么花招？您是专家，2颗珠子都给看看，告诉大家到底哪颗是真的。既然陈总这么有信心，那就先看他的。这一颗人工染色玻璃珠，贝壳粉压制的仿制品，
工艺粗糙，染色不均，市价值大约4元。你说什么？不可能！这是我的人亲手从周海生家。诸位贵客见笑，陈总不知道从哪里弄来一颗地摊货，就跑到拍卖会上来闹场。4块次品妄图冒充3000万真品，你的算盘全程都听得一清二楚。陈万才，这颗珠子是我专门给你准备的，怎么样？染色工艺还过得去吧？你故意的！你派人翻我家抽屉的时候，就没想过我会留一颗真珠子等你来偷。4块，算我送你的，就当你那500块的利息。拿地摊品来拍卖会砸场上，陈万才这人往后在滨海还怎么混？陈哥，咱走吧，再站下去脸都……请继续鉴定我的那颗天然野生孔克珠，产自女皇凤凰拐，无任何人工处理痕迹，品相极佳，属于近10年来国内拍卖市场罕见的顶级海螺。鉴定结果大家都听到了，底价1500万，每次加价不低于50万。现在开始。1500万，这品相什么1500万？我出3000万。3000万都好意思，4000万我出4000万，4000万第一次，4000万第二次，4000万第3次，成交！恭喜这位先生以4000万的价格拍得这颗孔克珠。生哥，4000万啊！恭喜，4000万。陈万才，你拿500块羞辱我的那天，有没有想过会有今天？4000万只是开始，你在码头上欺压渔民、霸占渠道的日子，该到头了。他从头到尾都在演戏，全是给我看的。还有申若兰，他从头到尾看我的笑话。我做生意10几年，他正眼看过我吗？他凭什么护着一个臭打鱼的？他一颗珠子卖了4000万，风光无限。可那些散户渔民还在用破船捞小鱼，1个月挣不到5000。他大鱼大肉，他们连口汤都喝不上。你去码头把那些散户全召集起来，我倒要看看，面对众人的愤怒，他周海滩怎么办？陈哥放心，包在我身上。老少爷们儿，都过来，有大事儿，把手上的活放一放。今天我替咱们码头上的人说几句公道话。昨天拍卖会你们都听说了吧？周海生一颗珠子卖了4000万，咱们风吹日晒一辈子能不能挣到这个零头？你们想想，你们多久没在海里捞到像样的鱼了？近海的鱼是不是又小了一圈？为什么？因为大鱼都让周海生捞走了，他吃肉，你们连口汤都喝不上。上个月跑了2趟，油钱都没赚回来。他现在把海里的大鱼都给捞走了，害得大家伙现在没货可捞，没钱可赚。海里的鱼是老天爷给的，是大家的，他吃独食，坏了码头规矩。今天大家一起去找他，让他给个说法。这个要求过分吗？不过分。走，咱们去找周海生，讨个说法。沈小姐多吃点，海生打鱼的手艺好，做饭也不差。确实，你这手艺不开私房菜可惜了。都是小时候妈教的。沈小姐吃惯5星级酒店主厨，别哄我了。没哄你，你这个人有个特点，做什么都是真功夫。就是，生哥干啥都厉害。周海生，出来，给我们一个说法。凭什么你吃肉，我们连汤都喝不上？高山给你吃过，你在骂朕妈，什么账？您和沈小姐进屋坐一会儿，我去就回。沈小姐，跟我进屋，外头的事儿让海生自己处理。搞不定就喊，我的人就在附近。放心，小李，走。各位这么晚来找我，什么事？哼，周海生，你还好意思问？你一颗珠子卖了4000万，还捞了这么多鱼，结果鱼越来越小，油钱都赚不回来。你大鱼大肉，我们连汤都喝不上。海生，咱们一起在码头干了这么多年，你发财了，我们替你高兴。可海里的东西是老天爷给的，你一个人把之前的都捞走了，我们怎么办？就是，你那片黑水源，鱼虾豹参什么都有，咱们的近海往往都是空。周海生，你听见了？今天当着大家的面，你把话说清楚，海里的东西是不是该见者有份？你那4000万是不是该分大家的一份？对，分钱。凭什么你一个人吃独食？陈万才，你说完了？你什么意思？你说他们站你那边，你确定吗？我问几个问题。我周海生在码头3年，谁克扣你们的渔获价格，你们心里清楚。第二，鬼牙礁是谁把你们赶走的？黑水渊那片海
你们去过吗？去过的人举个手。那地方暗礁密布，能见度不到3米。我下水的时候，陈万才在哪？他在办公室里喝茶。我拿命换的东西，他说要分钱，凭什么？确实，黑水渊那地方，我听老渔民说过，下去10个能回来7个就不错了。我周海生今天把话放在这儿，我拿命换来的钱，1分都不会分给陈万才。但你们不一样，我准备成立一家渔业公司，专门做高端海产。黑水渊的捕捞路线、潜水技术、冷链运输，这些我都会教给你们，不是分钱，是教你们赚钱。教我们？学了我的技术，你们自己去捞，捞上来的货我按市场价收购，你们一个人1个月捞1只，就是别人半年的收入。海生，你这话当真？我周海生在码头3年，说过的话哪句没兑现？生哥什么时候骗过你们？他妈妈住院没钱，宁肯赊账也不欠码头1分。你们想想，码头上有谁比他更讲信用？海生，你要是真教技术，我跟你干，我也跟你干。陈万才年年压价，我早就不想在他手下受气了。你们这群忘恩负义的东西，忘了谁给你们饭吃了吗？给我们饭吃？你压价的时候怎么不说这句话？去年我的船柴油钱都赚不回来，你管过我吗？愿意跟我干的，明天早上码头集合，我现场演示进入黑水渊的方法，还有捕捞技术。不学的人也不勉强，码头还是那个码头，愿意来随时来。好嘞，海生，放心吧，明天一早准到。陈万才，你说海里的东西是老天爷给的，没错，所以我周海生不独占，但该给谁怎么给，轮不到你替我做主。周海生，你不早了，大家先回去，明天码头见。你开公司教技术，你拿什么教？这就不劳你费心了，陈万才，你在这码头上称王称霸的日子结束了。妈，没事了，都是码头上的邻居，说几话就走了。妈听到了，你说要开公司，要教他们技术。周海生，你要开公司，卖了孔克珠，你现在启动资金不是问题，但有一件事你得想好。什么事情？你说。这世上不是所有人都知道感恩，你今天帮他，他明天可能反咬你，你能接受吗？我能教他们的是技术，至于他们拿技术去干什么，那是他们的选择。我的选择是把路趟出来，走不走，随他们。好，周海生，我沈若言认准你这个人，这个项目我代表沈氏集团投了。谢谢沈小姐。谢什么？你刚才在外面说了，学技术你教，做生意你带。我沈若兰做高端餐饮这么多年，还没见过你这样做事的。带我一个，不亏。申哥，沈小姐，咱们是不是该喝一杯？去开酒。哎，陈万才，你在这码头赢了3年，你赢在垄断，赢在强权，赢在没人敢反抗你。可我周海生从来不打算跟你比强权，我走的是另一条路，让所有人都有出路。这条路你走不了，你也拦不住。这船比陈万才那2条加起来都大。海生，这艘船，这艘引擎双引擎，吃水深，油箱加满能跑3天。甲板下面单独隔了活水舱，蓝钻龙虾放进去3天不死。今天叫大家来3件事儿：第一，看船；第二，报名，愿意跟我周海生干的，今天签协议。海生，我就问一句，你要我们签协议，和陈万才让我们签的欠调有什么不一样？陈万才的欠条是让你欠他的，我的协议是我欠你们的。你们签了字，我周海生就得对你们的收入负责。你们赚不到钱，是我没本事交；你们出了事儿，是我没尽到责。这份协议绑的不是你们，是我。笔在哪儿？
在教你们怎么找蓝钻龙虾之前，我先说3条规矩：第一，母的放生，小的留种；第二，螺只采3年以上的成体，小的留着；第三，所有渔获当天登记。这规矩不是断自己财路吗？你今年把小的都捞了，明年呢？后年呢？你儿子以后下海捞什么？我周海生要做的是长久的买卖，不是捞一把就跑的生意。海生，你说的对，我以前在鬼压礁那几年，眼睁睁看着陈万才的人把鲍鱼苗都刮干净了，那地方到现在都没恢复过来。好，现在教你们第一课怎么看暗流。3号船往左偏15度，贴着那片礁石走。船身抖的那一下就是冷蚕涌上来了，这地方水温比外面低3度，蓝钻龙虾就喜欢趴在这种环境里。生哥，感觉到了，船底跟被人推了一把似的。对，记住这种感觉，以后你们自己来，船一动就知道到地方了。下锚。2号船和4号船在外围接应，3号船和5号船跟我下水。带子别勒太紧，下水血压会帮你压紧，太紧了反而容易进水。第一次下黑水渊，别紧张。跟在我后面，什么都别碰，先看我怎么找岩缝。分账。炳哥，金金鲍4只，鬼爪螺35斤，岩石蟹6只，按市场价总共12800，扣掉油钱和装备损耗，你的12800。海生，你知道我上个月一整天在近海捞了多少吗？3000，就3000。我媳妇儿的药钱欠了半年，我以为这辈子就这样了。海生，你是条汉子，我跟定你了。把钱收好，学好了技术，以后自己带船。海生，从今天起，你就是这码头上的领头人。这片码头我陈万才经营了3年，这些年来，谁家渔船出海不得看我的脸色？谁家的鱼不是从我手里过？我养了这么多人，到头来全给他姓周的做了嫁衣。陈总，我辛辛苦苦攒下的码头，我一手立起来的规矩，他周海生即刻就全给我拆了。那群泥腿子吃我的饭，转头就管别人叫领头人。陈哥，那群人就是眼皮子浅，给点小钱就……他教技术，他分钱，他把那群泥腿子供得跟大爷似的。好啊，真好啊！他不是要教吗？不是要把技术传遍整个码头吗？他既然这么爱教，那我们就帮他一把。你去找几个脸生的兄弟，让他们混进他的培训班，规规矩矩学技术，该下海下海，该记笔记记笔记。陈哥，你的意思是，他现在收人没门槛，只要是渔民都要。等这几个人把他的本事全学到手，还有什么能拦住我？明白了，让他们当卧底，把姓周的老底掏干净。哼，他不是说要教全码头的人赚钱吗？让他教，他教一个我就挖一个。他把技术教会了，我陈万才的船也一样能下黑水渊。陈哥高，这一招釜底抽民，比封码头狠多了。他要当大善人，咱们就让他当。等他辛辛苦苦教会了人，转头全给咱们打工。去挑人，要机灵的，嘴严的，不能露出马脚。明白，我马上去办。教吧，周海生。等你把本事全抖落干净了，我看你还能拿什么翻身。这码头到最后还是姓陈的。生哥，那3个新来的手上没斩，指甲干净，不像渔民。知道了。今天来了新学员，欢迎。老规矩，先签协议。小李，带3位去办手续。炳哥，今天让老弟兄们一人带一个新面孔，盯紧些。明白。今天继续练找冷泉，老规矩，船身抖动的频率、水温的变化、船底传来的声音，3条合一才能确认冷泉位置。各组报情况。3号船东北方向200米，水温下降2度，船底有闷响。生哥，这是冷泉吧？还不够，水温降2度，但船底没有连续震感，那是普通涌醒流。下面没有蓝钻蒿销，继续找。5号船，我们这边船底抖了一下，水温也降了，是不是到了？抖了几下？就1下。频率不够，
冷泉的震感是持续的，至少连续3下，间隔不超过5秒。你们那个位置下面是沙底，不可能有蓝钻龙虾。再往东南方向偏20度。申哥，你连他们船下面的底质都能听出来？听不出来，但我知道那片海底是沙子，他们不懂海底地形，我说什么他们就信什么。收到，我们调整方向。今天让他们练3次错的位置，回去以后他们给陈万才汇报，陈万福按错的点位出海，船挂礁还是空网，那就是他的。万一他们回去翻书查资料呢？黑水渊没有书，这片海的所有资料都在我脑子里，他们想偷，得先把我脑袋撬开。你打算一直这么防着？不用一直，陈万才那性子，拿到资料就会立刻出海，等他吃了亏，自然会露出马脚。周海生，我开始觉得陈万才斗不过你。我没想跟他斗，我只是想做事。公司的事儿已经注册的差不多了，你那边怎么样？学员这边已经交会一批了，门店渠道也找好了，就等你了。行，弄好了我通知你。申哥，那3个人散了之后，直接去了陈万才的办公楼。让他去，教的都是我让教的，拍的都是我让拍的，他越急折得越快。陈哥，全拿到了，冷泉位置、水温数据、捕捞手法，周海生手把手教的，我们3个人记了3份，全对得上。他有没有藏着掖着？没有，我们轮着提问，他全答了。那些老学员也在旁边补充，假不了。陈哥，这可是黑水渊的完整捕捞图啊！咱们自己的船，配上周海生的技术，不等了，明天出海。周海生，你教的大方，我收的也痛快。陈哥，有震感，就是这个周海生说的冷泉信号，下网，所有人都下去。陈总，下面什么都没有。岩缝里空荡荡的，连螺壳都没见着。换点位，快去第2个点位。出礁了，陈总，船底进水了，补补，快补补！陈哥，进船吧，再不走来不及了。申哥，陈万才的船。刚才讲到哪儿了？暗流转向的特征，接着说。真沉了，陈万才横行霸道这么多年，这回会上硬茬子了。谁说不是呢？海生这孩子平时看着闷声不吭的，手底下是真有东西。陈万才想偷他的意，结果把船都赔进去了。这小子仁义归仁义，可绝不窝囊。陈万才这次是踢到铁板了。咱们这把老骨头，以后在海生手底下做事得打起12分精神，千万别耍滑头。陈哥，船废了，维修费。周海生，他给我下的套，从头到尾都是套。他不是在教技术，他是在等我上钩。我陈万才在码头这么多年，被一个泥腿子当猴耍。好，你回我一条船，我就回你这个人。给我盯紧他的一举一动，有什么动向立刻向我汇报。海生，营业执照、食品经营许可、冷链运输资质全办下来了。海生海洋从今天起就是一家合法公司了。来的正是时候，学员们都能自主捞货了。这些天收的货越来越多，我都快吃不下了。海生海洋，申哥，这名字听着就提气儿。公司注册好了，下一步就不是光捞货。高端海产这个行当，捞上来不值钱，值钱的是捞上来之后的事。你说冷链和加工？对，蓝钻龙虾出水后存活期不超过48小时，鬼爪螺离礁4小时开始变质。不把冷链和加工攥在自己手里，永远只能卖初级货，被人掐脖子。冷链车、加工车间、速冻设备，前期投入不小。码头西边有个旧冷库，我问过了，能租。先改造成加工车间，冷链车先租2台，等路子跑通了再上自己的。账算得挺清楚。
我兜里每个钢镚都是拿命换的，花在哪里得值。还有一件事儿，我在市里的高端餐饮渠道已经帮你对接了3家，但他们要的货量光靠码头上的散客消化不了，你需要更大的出货口。你有什么建议？线上直播卖货，你那些蓝钻龙虾、黑金鲍放在镜头前面就是天然的流量，再加上你这个人深海潜水捕捞，故事够硬。直播，生哥，这个我行啊！我刷了3年短视频，什么套路我都懂。直播不是闹着玩的，镜头一开，好坏全摆在全网面前，货要真，人要稳，每一个环节都不能出岔子。所以我说，你这个人就是最大的信用背书。你周海生在码头3年说过的每一句话都兑了现，上了直播间，你把你的规矩、你的底线全摆出来，信你的自然来。那就干，明天开始，白天出海，晚上直播。小李，你负责拍摄和设备。沈小姐，你那边渠道和物流我已经安排好了，你只管把货备齐，把直播做好，剩下的我来。生哥，还有5分钟开播，你紧张不？第一次下水那天能见度不到1米，暗流把我往礁石缝里拖，那时候都没紧张。现在对着个手机有什么好紧张的？那可不一样，下水只有鱼看着你，开了直播，万一没人看呢？没人看就当对着海说话。3年前我一个人下黑水渊的时候也没人看。这是今天下午刚从黑水渊捞上来的蓝钻龙虾，水温12度，深度47米。你们看它壳上的蓝斑，只有在冷泉环境里才能长出来。这只不卖，母的抱卵了，一会儿下播就放回海里。我教徒弟3条规矩：母的放生，小的留种，渔获当天登记。在镜头上面也是一样的规矩。鬼爪螺采自黑水渊礁石区，3年以上的成体，今天只采了30斤，小的全留在礁石上了。你们吃的每一口都是我亲手挑的，我不靠低价竞争。只售黑水渊深海野生海产，不是养殖场的饲料虾。你要想吃真正在深海冷泉里长大的蓝钻龙虾，我这儿没第2家。生哥，后台订单开始跳了，已经出了10几单了。陈哥，什么事儿？您让我盯着周海生，有动静了。姓周的这几天白天照常出海，带那帮泥腿子下水，但是到了晚上，别大喘气。他开了个直播间，就在他那条海生号上，天天晚上8点开播，拿手机对着当天捞上来的海鲜，一样一样介绍，然后挂链接卖货。直播卖货，确实销量火爆。我蹲了他好几场，首日成交200多单，销量逐日上涨，1800一只的蓝钻龙虾，5分钟售罄，他一晚营收远超咱们码头1周出货量啊，陈哥。陈哥，他崛起太快，这般发展不出半年，周海生就会成为海产界网红。届时我们陈氏渔业可就真的什么都不是了。你去找几个会搞网络的，蹲在他直播间里刷差评，就说他以次充好，卖的是养殖货。网上的人没见过真东西，只要节奏带起来，他的口碑就臭了。那我现在就去办。他不是讲信用吗？不是要当良心主播吗？我倒要看看他的良心能经住几张嘴。生哥，同时在线11000，后台订单破2000了。生哥，有人带节奏。有人说我的货不新鲜，今天我当着全网的面给你们看一件事。各位观众，活的每一只都是从黑水渊捞上来，当着你们的面展示。我周海生卖的东西经得起看，经得起问，经得起任何人的质疑。至于弹幕里那几位朋友，我不知道你们是谁请来的，但我周海生行不更名，坐不改姓，货有问题我赔你10倍。你要是觉得我骗人，随时来码头找我。今天的鱼货全部上架了，没抢到的明天同一时间我还在这儿，谢谢各位。生哥，刚才吓死我了，我以为要被搞黄了。陈万才的船沉了，人还在。直播间这条路上，他还会再来的。来就来，咱们货真价实，怕他？不怕，但他下次不会用这么蠢的办法了。做好准备，回去吧，明天还有一场硬仗。这么晚了还没走？评论区从8点半开始被大量负评轰炸，节奏很统一。你看到了？看到了。初步判断是专业水军，
IP 地址分散，话术模板化，负面评论出现的时机和你直播高峰完全同步，背后有人在盯着你。陈万才，你打算怎么处理？你来找我，应该是已经有方案了。我确实有2条路，第一条，直接发律师函追究造谣诽谤的法律责议，沈氏有合作的律师事务所，这种事情处理起来有经验。第二条，用你的货说话，明天你出海全程直播，让所有怀疑的人亲眼看见你周海生的货是从什么地方捞下来的。2条路我都选，律师函照常接收，直播依旧正常开播，非议动摇不了货品品质。陈万才想拖我争执，我绝不奉陪，该捞的捞，该卖的卖，货好，时间会替我说话。律师函交由我处理，明晚直播，我方投放你出海实拍视频，化解黑粉差评，水军刻意抹黑，我们依托真实顾客口碑回击。谢谢。别谢，这公司有我30%，帮你就是帮我自己。生哥，沈小姐，你们快看！活的，收到还是活的。那些说他卖死虾的，你们自己买过没有啊？我就说真金不怕火炼，咱们的货就是硬。看来不用等明天了，你的老顾客已经替你打赢了第一仗。明天直播照样开，一样一样的介绍，一只一只的检查，让所有人看清楚，我周海生卖出去的每一只海鲜都对得起自己的良心。陈万才，你想用几张键盘就把我打垮？你忘了，我是在海上活下来的人，海上的风浪我都扛过来了，还怕你这点浪花？马三儿，我花钱让你水军刷了3天，他销量不降反盛，你今天来最好有别的事儿。陈哥，有动静，周海生那边他们的冷链车明早发车去省城，车上装的是这3天直播卖出去的所有货，加起来有上千单。上千单，冷链车明早发车。陈哥，这次是个机会，那辆冷链车要是出了问题，他上千单的货全得烂在路上，到时候不用咱们刷差评，顾客自己就能把它投诉到下架。你找人去把周海生那辆冷链车的制冷温度上调几度，不用全调，调到刚好让海鲜在路上出问题的程度。这招太毒了，可是你怕什么？有我担着。叫他做干净点，事成之后我给你20万。明白，我马上去办。1137单全部打包完毕，冷链车3点半发车，走高速，明天下午到省城分拨中心，温控设定在零下18度，全程监控。老陈，这批货比上次多了300单，货损率控制到多少？放心，周总，正常情况1%以内。这批我额外加了双层保温，路上不会有问题。杨师傅，这批货值60多万，路上麻烦你多费心。周老板，你放心，这条路我跑了不下500趟，闭着眼都能开到。生哥，回去吧，4点多了，天亮还得出海。哎呦，不好意思。没事儿。干什么的？我车坏了，看看这辆车的制冷型号，回去参考一下。我是搞冷链的，同行。生哥，出事了！什么事儿？网上的现在都在说海生海洋直播间卖死虾，客户装死不管，底下配了9张图片，我看了，里面的蓝钻龙虾已经发黑，虾头塌陷，明显是死了不止1天，不止这一条。评论区里好多人都在说，今天收到货的虾是死的，蟹是臭的，不是1个2个，是一大片，10几条差评，时间集中在今天上午10点到12点之间，所有投诉都指向同一个批次的货，今天凌晨发走的那辆冷链车。老陈，冷链车的温控数据调给我，现在。不对，海生。这辆车的制冷温度从凌晨4点40分钟开始，突然从零下18度升到了零下8度，一直到现在都没恢复。4点多，在哪个位置？数据上看是在高速服务区停留的那段时间，停车15分钟，温度从那时候开始变的。零下8度，海鲜根本撑不住，1000多单货全完了，生哥怎么办？第一，通知沈小姐，让她安排客服团队给今天所有收到货的顾客发道歉信，全额退款，不问原因。全额退款？那咱们得赔多少钱？多少钱都赔。第二，你去找老陈，把所有温控数据、行车记录、服务区监控的时间段全部整理出来，谁动的手脚，数据不会说谎。货坏了可以再捞，信誉坏了，多少钱都买不回来。去办。
警方立案了，破坏生产经营罪。服务区的监控拍到了一个人影在冷链车旁边停留了大约2分钟，时间段和温度异常完全吻合。目前正在做人链比对。公告发了吗？发了，全额退款，双倍代金券。顾客那边的情绪暂时稳住了。申哥、沈小姐，咱们还有下次吗？这一批货就赔了60多万，公司账上的钱还能撑多久？公司账上的钱不够我个人出，猪王的钱还没动。这笔钱本来就是拿来应急的，可是当初我说过，我做的是长久的买卖，不是捞一把就跑的生意。有人想让咱们死，咱们偏不能死，死的是信誉，不是钱。只要信誉还在，钱能再赚回来。生哥，今天我跟弟兄们照常出的海，这是黑水源的货，活的。咱们的渔场没出事儿，冷泉还在，龙虾还在，冷链车坏了一辆，不影响咱们继续捞，继续卖。今天下午让所有学员照常出海，冷链的问题我来解决，海上的活不能停。今晚直播也照常开。申哥，今天出了这么大的事儿还开直播，弹幕肯定全是骂的，就是要让他们骂，骂的还是在意的人，当着他们的面把事情的来龙去脉说清楚，该认的认，该赔的赔。我周海生站在镜头前面，不怕人骂。我去联系新的冷链供应商，沈氏有备用的合作方，比原来的贵，但设备是新的，全程温控带加密锁定，外人动不了。好，还有一件事，警方那边说人脸比对有了初步结果，服务区监控里那个人跟陈氏渔业的一个前员工特征吻合，但这个人上周已经从陈氏离职了。离职了，手脚倒是挺快。没有直接证据指向陈万才，但他洗不干净，我会让律师盯紧这条线。退款收到了，这个主播比那些大店有担当。吃。今天开播不卖货，今天我只说3件事。第一，今天凌晨发出去的货因为冷链被人为破坏，海鲜在运输堂中死亡变质，这件事是我的责任。货是从我手上发出去的，不管什么因，我周海生认。第二，所有受影响的顾客全额退款，无需退货。另外，每人发放双倍代金券，不是让大家再给我一次机会，是欠你们的，该还。第三，这件事我已经报警，警方正在调查，是谁动的手脚，法律会给出答案。到时候我会把调查结果公开。谢谢各位，明天见。申哥，同时在线2万3，后台私信爆炸了，一半是骂的，一半是鼓励的。骂的别删，留着自己看，下次就知道该怎么做更好。鼓励的挨个回复，就说周海生谢谢他们。申哥，你刚才说第3件事，调查结果出来后要公开，你就不怕到时候陈万福已经跑了？他根基在码头，不会逃走。陈万才这种人不会把自己辛辛苦苦抢来的地盘拱手让人，他会留在原地，看着我的眼睛装无辜。但他忘了一件事，以前他欺负的人没有证据，现在我手里有数据，有监控，有法律，他动一次手就给自己多攒一条罪证。不着急，让他再蹦跶几天。陈哥，出大事了！周海生那边立案了，警方正在做人脸比对，服务区监控拍到了阿彪的正脸。我知道，我刚才一直在想，警方很快就能比对出阿彪身份，查到他就会锁定你，最后迟早查到我。陈哥，那怎么办？要不我去找阿彪，给他一笔钱让他跑路？跑？他往哪儿跑？现在到处都是监控，他前脚跑，后脚就被通缉。到时候警方一审，你觉得他会替谁瞒着？你还是我？马三儿，你跟了我有6年了吧？这些年我让你从一个在码头扛鱼的苦力混到今天一人之下，吃的穿的住的哪一样不是我给的？陈哥，你对我的恩情我一辈子记着。现在报恩的时候到了。陈哥，你是说让我去顶？是让你去认。冷链车的事儿从头到尾都是你安排的，跟我陈万凡没有任何关系。老三，你入狱顶多3、5年，好好表现2年便能出狱，你家里开支由我全权承担。等你出来继续担任陈氏渔业副总。陈哥，万一我在里面出了什么事儿？你能出什么事儿？你是去坐牢，不是去送死。再说了，你家里人在码头上，我会替你照看好的。行，我去。这才是我的好兄弟。坐下，我教你怎么说。记清楚了，你因为周海生抢了陈氏的生意，心生不满，私自找人破坏他的冷链车。我陈万才从头到尾不知情，你愿意自首，争取宽大处理。记住了。陈哥，你刚才说的我家里人你会照看，你放心。别怪我，这码头不能姓周。海生，警方那边有消息了。怎么说？马三主动自首了，承认冷链车的事儿是他一手策划的，跟陈万才没有任何关系。警方那边还在追查。放屁！马三就是陈万才养的一条狗，没有陈万才点头，他敢动咱们的冷链车，这明明就是……小李，马三跟了陈万才6年，是他最得力的心腹，
现在陈万才亲手把这颗棋子送进了牢里，等于断了自己一条胳膊。没了马三，很多脏活他就得自己想办法。所以你觉得他不会善罢甘休？换了你，你会吗？他折了一条船，赔了一个心腹，只会是觉得是自己下手还不够狠。接下来他多半会铤而走险。马三自首这件事帮我在直播间里公开，不用多说，就把警方的结论念一遍，让所有人知道这件事是谁干的，法律怎么处理的。至于陈万才，一个字都别提。不提他为什么？因为没有证据。在公开场合指控一个没有证据的人，等于给他送把柄。这件事我们不需要说，码头上的人自己会品。码头就这么大，马三替谁顶罪，大家心里都有数，不需要我多说。生哥，冷链风波过后，粉丝涨到35万，大半退货客户再次下单。沈小姐对接的高端餐饮出货稳定，上周营收47万。后台私信里有7个沿海城市的经销商发来了合作意向，还有一个做高端生鲜平台的投资人想约下个月见面。投资人？生哥，咱们这是要扩大规模？扩大规模的事儿我替你安排了。码头西边那个旧冷矿我已经谈下来了，原先只租了1/3，现在把整个冷矿全拿下来，改造成加工车间和冷链仓储中心，工期大概1周。沈小姐，这些投入是我的，公司占股比例不变，还是3/7。这笔钱不走公司账，算我个人对海生海洋的这家投资。你就不怕我搞砸了？你连被人砸场子都能反手把口碑做上去，还有什么搞不砸的？周海生，你现在已经是品牌标杆了。生哥，你现在是名人了。但这点规模，在整个高端海产市场里，连个水花都算不上。冷链风波教会我一件事，没有根基，一场风波就能让你回到原点。所以接下来我们要做3件事：第一，加工车间和冷链仓储建成之后，所有渔货不经过任何中间环节，从出水到打包，全部在海生海洋自己的体系里完成。第二，学员培训要升级，3个月之内我要有一支30人的专业捕捞队，黑水源能养活的远不止现在的产量。关键是陈万才还在码头上没走，是怕不我们把市场圈下去。加工车间动工期间，我们的货要严格把关，这中间每一个环节都不能出问题。生哥，你说的3件事我都记下了，今天下午我就去找赵厂长，让他按新的捕捞队编制重新排装备清单。去吧。冷库改造的施工队明天进场，我下午去跟他们确认最后的设计图纸。对了，你的直播间粉丝破35万了，今晚要不要搞个专场？告诉所有人，海生海洋的加工车间正式动工了，让他们看看我们没有被打趴下。各位晚上好，我是周海生。今晚开播，先宣布一件事：海生海洋冷链仓储车间即日动工，1周后黑水源渔货自主加工储运，不再经过任何中间商。这个消息说完，接下来说碗的渔货。这只蓝钻龙虾重2斤3两，壳龄判断在5年以上。新金报，今天只采了16只，全是3年以上的成体，3年龄以下的一只没动。今晚的直播到这里，谢谢各位。明天同一时间我还在。生哥，同时在线最高21万，订单破5000单，单场营收我还没算完，但绝对破80万了。把后台数据整理好，明早给沈小姐发一份。陈万才那里怎么样？自从马萨的事出来后，码头上没人敢和陈万才合作了，他现在自顾不暇了。越是这种时候越要小心，他不会善罢甘休的。安排人加强巡逻。马三不在了。码头上的人看到我都绕路走，以前称兄道弟的采购经理电话打不通，渔民们全跑去了周海生那边，宁肯赔违约金也要解约。我什么都没有了。是我，陈哥，这么晚，你欠我的人情该还了。你说，你是做化工的，你们厂里有没有那种投进水里会慢慢释放的东西，不会死人，但会让人养的鱼虾活不了？有种缓释剂，投进水里能持续释放，对水生生物有针对性，人接触无害，检测也不容易查出来。给我弄1箱，今晚送到码头老仓库。你欠我的人情，这一笔两清。行，你要这种东西做什么？我大概猜得到，我不问了。凌晨1点，老地方。21万人在线，8000单，加工车间、冷链仓储。周海生，你1个月走过的路，赶上我3年的路。我什么都没有了，你也别想好过了。周海生，你以为建了个破车间就能翻身？
我让你见。明天你的鱼翻白肚皮的时候，我倒要看看你那21万粉丝还信不信你。这一回，我让你死得干干净净。谁在那儿？是野猫吧？这工地3天2头的有猫钻进来。申哥，出事了！慢慢说。加工车间的暂养池，早上我去巡查，池子里漂了10几条死鱼，蓝钻龙虾死了2只，黑金鲍死了4只，还有几条石斑也翻了肚皮。昨天下午放进去的时候还好好的，水温、盐度、含氧量全都按你的标准调的。我检查了进水口，有被撬过的痕迹。小李，损失了多少？死的不多，10几条。但问题是，剩下那些活着的，不知道有没有被污染。申哥，这批货还能不能卖？海生，依我看，要是顺着水管进来的，池子大，药量不够，只毒到了进水口附近那一片，死的就是那一片的，没事。说的对，要是下毒的人药量足，这一池子早全翻白了，说明他手头东西不够，或者不敢多放。先把死掉的捞出来单独封存，水样取样纵检，然后把池子里活着的换到2号暂养池，原池的水全部掏空，彻底清洗消毒。这批活着的先不发货，观察2天，2天之后要是没问题，按正常流程出库，有问题全部销毁。那预售的订单发公告，就说加工车间进水管道发现异物，正在排查，预售的发货时间推迟3天，愿意等的顾客送1张50枚代金券，不愿意等的随时全额退款。申哥，进水头被撬，这不是意外，是有人故意的。陈万才以为这点东西能毁掉我整个车间，他慌了，投毒的手段都上了。他越这样，越容易出错。派人24小时守住工地，加装监控摄像头，所有管道的接口全部加固，进出水口加装过滤阀，还有查清楚进水口被撬时候发生的有没有目击者。明白，我去找老刘，昨晚他值夜。各位别慌，有人想让咱们的货全死在池子里，他没得逞。接下来这几天，车间的安全是头等大事。谁愿意值夜，我按双倍工资算。算我一个，我倒要看看是谁这么缺德，往水池里下药。加我一个，这里的鱼都是我们辛辛苦苦捕捞上来的，谁动他们，就是和我们整个码头的人过不去。好，今晚开始，2人一班，2个小时一换，发现异常，第一时间打我电话。小李跟我说了。进水口被撬，池子里死了10几条货。海生，这是微量有机轮缓释型，专门针对水生生物的神经毒素，剂量不大。进水口附近那一片的货全翻了，离得远的没事儿。这不是意外，冷链车被人动手脚，现在连加工车间都敢下药，这是冲着要你的命来的。报警。先不报，现在报警没有直接证据，警方最多立个案，查几天查不到人，不了了之。他只会躲一阵子，等风头过了再来一次。那就这么算了？算不了，但抓贼要抓现行。他这次药量不足，说明他手头的东西不够，货没全死，他就会觉得这招有用，只是药量不够，他会再来。等他再动手的时候，你要当场抓他。对，可是申哥，谁知道他什么时候再来？咱们总不能天天守株待兔吧？所以要让他快点来，把我手里这些活着的鱼都卖了的消息散出去。明天安排冷链车发货，正常发出。对外就说货经过检测没问题，加工车间一切正常，预售订单准时交付。啊？不是说活着的先观察2天吗？观察是观察，消息是消息。死的10几条，咱们内部知道，对外就说水样抽检合格，鱼货全部健康，供货不受影响。你是要气死他？他下了药，你不但没倒，还在正常发货。他手里没多少货了，船沉了，心腹蹲了牢，码头上的生意被我吃光了，他现在全靠一口气撑着。要是看到这一招也没用，他就只剩最后一条路。陈万才，他亲自来。你是拿车间当诱饵，拿自己当靶子。我在海里活着，靠的不是运气，是知道暗礁在哪里，也知道鱼会往哪里跑。明白了，消息我来安排。码头上最藏不住话，明天一早，整个滨海都知道你周海生的货没事。阿坤，帮我做一件事，将海生海洋的加工车间问题已经解决，所有订单正常交付，鱼货品质不受影响的消息散播出去。另外，我再安排人在附近盯着，让他们把巡逻的频率提高一些。好，
但不要打草惊蛇。放心，我心里有数。周海生，你能不能给我交个底？你心里那个现行打算怎么抓？车间晚上没人，他白天不敢来，只敢夜里摸。如果听到我的货没出事，他最多忍2天，最晚横天晚上他一定会再来。沈小姐，你的人帮我散消息，我的人帮我守住车间，你不用出面，等我的电话就行。行，那我就等着看是你这个渔民的网快，还是他那只老鼠的腿快。生哥，今晚上就安排人守住车间吧。对，所有守夜的人全部藏在对面那条巷子里，不要让任何人看到。我只有让他看到车间没人守，才会敢再来。明白，我去跟弟兄们说。陈万才，你第1次砸我的船，第2次毁我的冷店，第3次往我的水池里下药，你每次都以为自己能得手，这次该收网了。说，码头那边的消息，海生海洋今天一早冷链车正常发车了，沈若兰也放了话，说加工车间一切正常，所有订单按时交付，码头上都在传周海生的货没事儿。还有，他直播间今晚照常开播，人气比上周还高，评论区全是支持他的。知道了，我有事要你去办。陈哥，我不敢去投药，3哥进去了还没出来呢。没用的东西滚！6瓶，我倒进去6瓶，就死了10几条。还好老子留了2瓶。上次倒少了，我不该留的，全倒进去就不会有今天。那一池子货都得翻白底皮，他哪儿还有冷链车发，哪儿还有直播开？这2瓶是浓缩的，1瓶顶3瓶。他以为风头过了，以为我手里没东西了，冷链车照发，直播照开。车间那边呢？车间那边一定松懈了。码头上的规矩是我定的，现在他想当规矩，门都没有。今晚就动手了。事成之后，他的车间全废，他的货全死，我什么都没有了，他也别想有。谁在那儿？陈万才，果然是你。陈万才，这么晚了，来我工地上做什么？手里那瓶东西是准备往我的进水管里倒。我的活水赞阳池连着这条水管，所有渔货进加工车间之前都在里面。你倒的是什么东西？你自己知道吗？周海生，你怎么会？我们每天晚上守在工地上，你以为我们跟你一样闲得慌？生哥说了，车间关乎公司根基，生哥安排我们日夜值守，就是为了防范你这种不安好心的人。陈万才，你第1次破坏冷链的时候，把马三推出去顶罪，自己摘得干干净净。马三替你蹲进去了，你不但不收手，反而变本加厉。住口！这码头是我的，没有我，你们的工人就是一群打零工的泥腿子，没有我，他们的家庭拿什么下锅？你想说没有你码头上的人没饭吃是吗？那我问你，这3年你给码头上的渔民带来了什么？你把所有人都推到你对面，然后你还指望有人替你说话？警察已经在路上了，今晚的事，请大家做个见证。这个人往我们的进水里投毒，被当场抓住。从今晚起，陈氏渔业在码头上没有任何立足之地了。陈万才，当初你说海产人人有份，如今打败你的是你的强盗心思。你一味杀鸡取利，利用旁人只会遭反噬。你还有什么要说的，到警察面前去说。生哥，判了，法院的判决书下来了。陈万才投放危险物质罪、破坏生产经营罪，数罪并罚，判了8年。马三身为从犯，判了3年。8年，8年啊，生哥！陈万才出来的时候，咱们公司估计都上市了，码头上再也没人给咱们使绊子了。小李，陈万才的事到此为止，判决书是法院下的，跟我们没有关系。码头上的人以后愿意来咱们这边干活，就按规矩来；不愿意的也别为难人家。以前的事儿翻篇了。明白，申哥，我就是替你高兴，不是替咱们所有人高兴。今天出海的安排，他们在哪儿？好，你先让他们在码头办公室等着，我马上跟申哥说。申哥，申总他们已经到了，在会议室等着了。走，去会议室。出海考核的学员还等着我们。今天叫大家来宣布3件事。第1件，你们6个从明天起每人负责1个班组，你们手下的学员能不能学到真本事，能不能安全回来，都压在你们肩上。生哥，你放心，带不好班组，我自己走人，不用你开口。第2件，薪资改革，从下个月起，班组渔获越多，品质越好，收入越高，队长底薪翻倍，但责任也翻倍，安全品质哪一条出了问题，我第1个找队长。第3件，
沈小姐，各位学员，海生海洋的冷链直营专线已经拿下了6个省会城市的生鲜配送资质，这意味着什么？你们知道吗？意味着你们的捕捞技术、周海生的品控标准这个码头的名字会被6个城市的高端餐饮市场同时看到。你们不是在捞鱼，你们是在做一个品牌。从今天起，黑水渊不是靠一条船一个人撑起来的，是靠6条船6个班组在做所有人。我教你们的规矩，你们替我传下去，有没有问题？没有。海生3号锁定冷泉，水温11度，船底震感连续4下，位置确认，准备下锚。海生5号跟进，侧扫声呐扫到岩缝里有蓝钻龙虾触围，3只以上，壳色偏深，应该是老成体。海生7号报告，我们在外围发现一处新的冷泉信号，水温比炳哥那边还低2度，请求探查。各组自行判断，母的放生，小的留种，老规矩你们比我熟，有情况再叫我。新冷泉点位探查，注意安全，2个人1组，别单独下水。看清楚了吗？我不在的时候，组长就是组指挥，他判断冷泉的眼力是我手把手教出来的，错不了。李经理，今天蓝钻龙虾的货我全要了，价格比你们直播间高出15%，现款现结，长期合同。不好意思，今天的货全部走直营冷链，不对外。2成，高出2成。你们直播间卖1800一只，我出2200，有多少要多少。你周老板那边我去谈，这个主你能做。您可以去我们直播间下单，今晚8点准时开抢。批发渠道目前不开放，所有货先保直营客户和直播间老顾客，不囤货，不吵架，不签中间商。以前咱们求着收购商收鱼，人家还压价，现在是收购商求着咱们卖，这才几个月功夫，海生这孩子是真把这码头翻了回线儿，不光是翻了码头，是把咱们这群泥腿子从泥里拽出来了。海生全钢船体，双层底，抗10级风，活水舱容量是海生号的2倍，自带水温分层调控，配了最新款碳鱼声呐，能扫到200米以下的海底地形。赵厂长，这焊接是你亲自钉的？每一条焊缝我都亲手摸过。你周海生要的船，我敢有一丝糊弄？这3条船出厂之前，我睡在车间里盯了3天。3条新船，3个新班嘴，队长不指定。今天下午实操考核，成绩前3的带船，公平竞争，谁有本事谁上。我给你们的是船，是技术，是销路，是公司兜底的风险保障，能不能抓住看你们自己。今天下午2点，黑水渊见。生哥，我找错了冷泉点位，船底震感判断失误，把普通涌醒流当成了冷泉信号。你今天没带回来合格的货，但你知道自己错在哪儿，这比带回来3只龙虾更有用。回去之后把黑水渊海图重新画一遍，明天单独找小李补考。谢谢生哥，明天我一定过。海生，今天跟3家米其林星级餐厅签了长期供货协议，价格比直播间售价高出50%，高端餐饮渠道的要价空间比我想象的还大。50%，生哥，这比咱们直播间赚的还多啊！米其林餐厅要的不仅是货，是稳定，品质稳定，供应稳定，故事稳定。你跟他们怎么谈的？你的故事我替你讲了，这些餐厅的主厨听完当场就拍了板。高端餐饮的货品控要比直播间更严，每一只进米其林厨房的蓝钻龙虾单独建档，记录出水时间、捕捞点位、运输稳困全程数据。生哥，你这招太绝了，这哪是卖海鲜，这简直是卖信任。还有一件事儿，米其林餐厅的厨师对食材规格要求极其苛刻，以前咱们按重量分档，大中小3档就出货了，供高端渠道分级要更细。这个我已经跟老陈碰过了，从下周开始，高端专线蓝钻龙虾按克分级，壳色、饱满度、鲜活度全部纳入瓢型标准，不符合最高2榜的降级走直播间渠道。那成本呢？分级这么细，人工成本肯定往上算。高端渠道的盎价空间足够覆盖分级成本，关键是标准建立起来之后，海生海洋的评级体系本身就是壁垒，同行想抢这个渠道，先得过品管这一关。你这种人做生意做出信仰来了。对了，海生，你是不是忘了件事儿？事儿？什么事儿？周海生，周总，看来果然是贵人多忘事。你当初答应过我的，一切尘埃落定之后带我出海，你忘了？没忘，只是没想到你记性这么好。废话，我沈若言做生意，每一笔账都记得清清楚楚。你欠我的这趟出海拖了大半年了，现在你还有什么借口？没借口，今天就去。不过黑水轩不是游艇码头，风浪大，暗流急，你确定？我沈若英什么场面没见过？再说了，你周海生的船，我信得过。沈小姐。妈，海生啊，晚上回来吃饭，把沈小姐也叫上。我炖了黑金爆汤，小李也来。妈，今天阿姨说什么？我妈让你晚上去家里吃饭，说炖了黑金爆汤，要不我跟我妈说一声，先不回去了。算了，阿姨这是想我了，回去吧，别让阿姨等。这次又食言了，下次一定不会了。等人都坐齐了再动筷子。
沈小姐，尝尝这个黑金鲍，海生专门留的，我炖了1下午。阿姨，这汤比我酒店做的都好，喜欢就多喝2碗，以后想喝了就来，不用等那小子带。沈小姐，你是海生的贵人，往后日子还长，这里就是自己家。阿姨，我记住了。这海今晚看着特别安静。明天也是好天气。你今天说好的，下次带我去黑水渊，可别又忘了。明天带你去，从早到晚就我们2个，把那片海看够。一言为定。一言为定。